備，正要說出自己的故事，卻被一個怒氣冲冲的大媽打斷了。大爺屁顛屁顛的跟着大媽上了公交，天花板上的鋼筋和鐵釘都露在外面，一不小心就會劃傷。客廳旁邊的洗手間也是慘不忍睹，衛生紙都已經發霉了，還有隨處可見的老鼠，水龍頭也壞了，水管不停的滴水。平時大媽就是靠積攢的水洗衣服，節目組只好請來了專業施工队。他把沒人要的牛肉塞到玻璃罐裡就能賺50美元，放鍋裡煮一下又能賺60美元。這看似平平無奇的操作，卻讓他實現了財富自由。嘗到甜頭後，他直接投資500萬開辦牛肉加工廠，又花高價搞來一台自動打磨機，新鮮牛肉往上一擱，肥肉和筋膜瞬間就被清理得乾乾淨淨。緊接着牛肉被送上切片机，1分鐘能切出1萬多片，不僅大大提升了效率，而且能把每片牛肉切得薄厚一致。切好的牛肉片平鋪在烤盤上，送進烤箱低溫慢烤。這種低溫慢烤的工藝不僅能把牛肉裡多餘水分蒸發掉，還讓口感變得脆而不柴。烤好的牛排脆厚度僅有0.1厘米左右，比薯片還要薄脆。3.5斤牛肉才能烤制出1斤這樣的牛排脆。每一片牛排脆精選安格斯谷饲牛肉。他腦袋裡長了塊吸鐵石，每天都會吸到區別針之類的小東西，走到哪吸到哪。而且最近只要一思考，腦袋就會無緣無故的疼，實在疼得受不了了。去醫院做核磁共振，機器卻一直叫個不停，拍出來的圖片也很模糊。隨後又做了 X 光檢查，看到拍出來的片子，醫生也感覺不可思議，他腦袋裡還真的有一個12毫米的東西，邊緣看起來很鋒利，就鑲嵌在頭骨上，距離大腦皮層不到2毫米。如果穿破頭骨的話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奇怪的是，他頭上並沒有任何傷口，大媽也完全不記得這東西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醫生懷疑是小時候摔倒後，這東西就卡在了腦袋裡，當時沒注意，慢慢的傷口就愈合了。隨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醫生成功把這東西取了出來，在體內存在了30年，表面早已鏽跡斑斑。那到底是不是吸鐵石呢？經過分析，這東西和吸鐵石成分很像。專家說，這種金屬一般都是用作加熱元器件，像吹風機、取暖器裡面都有這種東西，很難想象是怎麼進入腦袋的。術後大媽狀況良好，再次進行核磁共振，機器也沒有響。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吸鐵石，大媽唏噓不已。他家各個角落都放着一大罐不明藥膏，廁所有，廚房裡也有。挖出一大勺均勻塗在白布上，接着貼在腰上，然後又拿出2個棍子來回敲打，說這樣做有神奇的功效。這東西到底是啥呢？他說是凡士林，說着就把這東西在眼睛周圍塗了厚厚一層，又挖了一大勺塗在了膝蓋上。奶奶聲稱這種藥膏可以治癒一切傷痛，尤其治腳氣一絕，哪裡疼就抹哪裡，每天3次就可以和疾病說拜拜。家裡任何角落都能找到凡士林，這樣是為了方便自己隨時使用。醫生表示，雖然凡士林有滋潤皮膚的效果，但是要適量。奶奶卻什麼話都聽不進去，因為自己實實在在感受到了凡士林帶來的神奇效果。她出門什麼都可以不帶，但不能不帶凡士林。來到公園就是一頓騷操作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經80了，這把周圍人看得目瞪口呆。然而奶奶的迷惑行為還不止這些，晚上睡覺前會拿2個木棍在身上來回敲打，說可以疏通經脈。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時間都拿來鍛鍊身體。那她現在健康情況如何呢？檢查後發現，她眼睛已經出現了角膜發炎，不能再繼續塗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帶給奶奶的只是一種心理安慰，對健康並沒有什麼好處。運動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他天生就有2個胃，吃自助餐盤子都能堆到天花板，但這僅僅只是開胃菜。接着來到路邊攤，又吃掉了20個壽司，這樣下來午餐就算吃完了。回到公司直接就衝進了廁所，說自己消化快，一天就要拉8次，放屁都比別人臭。下班後他直接鑽進了一家烤肉店，先要了10斤五花肉墊墊肚子，烤到滋滋冒油，一次加上3塊，一口就吞了下去。很快10斤肉就進肚子了，現在感覺有6分飽了。回家又趕緊做了一盆辣醬拌飯，還加了一管芥末，說自己完全感覺不到辣。小哥表示，之所以這麼能吃呢，是因為自己天生就有2個胃，這怎麼可能呢？大家帶他來到醫院，醫生也不信，說從沒聽說過有2個胃的人。接着給他做了胃鏡檢查，醫生的表情逐漸嚴肅起來，看起來他的胃確實和正常人不一樣，好像真的有2個胃。接着又推他照 CT， 觀察他的消化過程。當他吃下東西，胃部很快凸出來一大塊。經過仔細分析，醫生表示其實他並沒有2個胃，只是他長期暴飲暴食，胃被撐大了1倍而已。為了健康必須要控制飲食，小哥也表示會慢慢改變飲食習慣。之後他就做起了美食博主，給大家傳遞起了健康的飲食理念。他的眼睛會噴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開眼皮，只聽吱的一聲，一道細水柱從眼角噴了出來，噴出了2米遠，足足持續了5分鐘。這還沒完，他又拿出一個氣球塞進耳朵，捏住鼻子後，氣球竟然一點點的變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氣筒，不一會就把氣球吹爆了。接下來他又表演了其他幾個絕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礎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說做這些就是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個狗血韓劇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裡的天花板突然開始漏水，但外面並沒有下雨啊，原來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淚噴出來了。
這才知道自己還有這種絕技。從此他開始不斷挑戰自己，從剛開始噴得很短，慢慢到現在能噴2米遠。現在他還要做個更大的挑戰，用眼睛噴水滅蠟燭。結果噴出來的水流太小，沒有成功。對着鏡子左看右看，不應該呀。接着打了幾個噴嚏疏通鼻腔，又試了幾次還是不行。原來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會繼續挑戰。聽說世界紀錄能噴4米，自己準備刷新下。這個尼姑在寺廟囤了10多箱洗衣液，卻從不用來洗衣服。那這些洗衣液是用來幹啥的呢？只見他念完經，接着就拿出了一瓶洗衣液，倒出來一點就往身上抹，外出散步的時候也要抹一抹，每天都要涂好幾次，一天就能用掉3瓶。总之不允许身上有任何干燥的地方，甚至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裡倒入满1瓶，就這麼洗了起来。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寺院裡洗衣液隨處可見。然而這些僅僅是1個月的量，1年時間內用掉了洗衣液，足夠別人洗17年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卻從來不用洗衣液，說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費。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想法呢？大家都很担心他，而他卻說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，這又是為啥？原來在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搶劫，受了嚴重的外傷，雖然恢復了健康，但皮膚依然瘙癢不斷，有天癢到無法忍受，莫名其妙塗了一點洗衣液，沒想到皮膚一下就不癢了，從那之後就離不開洗衣液了。醫生表示傷口愈合的時候癢一點是正常的，但由於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膚變得很乾燥，還得了皮炎，必須停止使用洗衣液。沒想到一直以為是靈丹妙藥的洗衣液，竟然在傷害自己。他回去就把洗衣液都丟了，用上了正規的護膚品。大叔每天必須隨身帶一根木棍，時不時就要拿着木棍去廁所，不然就會生不如死。只見他不停地用木棍捅嗓子，導致嘔吐不止。老伴滿眼心疼，說嚴重的時候即使這樣做也沒用。這到底是在幹啥呢？原來大叔飽受打嗝困擾，一天24小時不停打嗝，即使憋氣憋到窒息都沒有用，晚上都沒辦法睡覺，頭髮都掉光了，甚至還得了高血壓。他嘗試了很多方法，比如躺着喝水，一直口含檸檬，但都無濟於事。去過很多醫院，也沒有找到具體原因。有時候實在忍不了了，他會拿出一根木棍捅到喉嚨裡催吐，這樣會讓他好受一些。大叔說這種情況是6年前開始的，當時母親剛去世，對他打擊很大，甚至患上了抑鬱症，打嗝從那時就莫名其妙的開始了。為了幫助他，大家帶他來到了大醫院，經過內窺鏡仔細檢查，除了有一點胃炎外，看起來確實沒什麼問題。然後又推他去照 CT 片子，看了半天，終於發現了問題，腦膜中有一部分變得很大，壓迫到了神經，繼而刺激到了橫膈膜，使得橫膈膜異常收縮，導致不斷打嗝。變大的這一部分，醫生猜測可能是良性腫瘤之類的，有一種藥可以抑制它的生長。大叔的病是可以治好的。聽到這個消息，大叔激動地哭了起來。1個月後，他向節目組打來電話，說自己已經6天沒有打嗝了，精神面貌也遠超過去，成了一個正常人。大媽每天來餐廳卻從不吃飯，老闆卻開心得不得了，只因大媽有個絕活，一巴掌就能抓到25隻蒼蠅，據說沒有一隻蒼蠅能活着逃出他的手掌心。家裡的蒼蠅見到他都嚇尿了，只見他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發力，蒼蠅就到手了。看着只是簡單的揮揮手，攝像小哥覺得自己也可以，結果一隻都沒抓到。大媽看着小哥笨拙的手法微微一笑，說捉蒼蠅其實很簡單，首先要預判蒼蠅的走位。蒼蠅剛起飛的時候不太容易拐彎，手掌4指併攏，慢慢迎着他的頭部靠過去，離蒼蠅大概10公分時保持靜止，等到他搓手的這一刻，迅速掃過去，就可以把他活捉了。抓到蒼蠅後用力搖晃，等他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蒼蠅就掛掉了。很快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媽處理蒼蠅的方式也很簡單粗暴，直接丟火裡。家裡時常會飄來一股雞肉味，在大媽努力下，家裡蒼蠅日漸稀少。有時候實在手癢了，大媽還會免費給附近餐廳抓蒼蠅，只要她出手絕對不會落空，引得餐廳老板連連喝彩。即使滅蠅器也沒有大媽徒手抓得多。不得不說大媽的技能真的很實用啊。每到深夜，健身器材上就會吊着一個怪東西，来回搖晃，看着像人但又看不出腿在哪。大家決定白天再來，白天就看到一位大媽倒掛在上面，一動不动。小哥壯着膽子上前查看，大媽一句安寧哈撒喲，嚇得小哥連連後退。大媽說自己在鍛鍊而已，問他多大年紀了，大媽說也沒很大，今年72，每天都要倒立5個小時，說這種倒掛方式能鍛鍊全身。說着就展示了一遍，動作行雲流水，這把旁邊的大媽都看傻了。小哥欠欠地問有沒有嘗試過這種鍛鍊方式，大媽露出了一副關懷智障的眼神。大家找來4個小伙子和他 PK， 小伙子們信誓旦旦，根本不把大媽放在眼裡。比賽才過了1分鐘，有人就雙腿不停顫抖，很快败下陣來，另一个还可以，足足堅持了2分鐘才繳械投降。只有大媽還在一動不動地掛着，顯得十分輕鬆。剩下的2個小伙繼續挑戰，沒過2分鐘也放棄了。即使在家裡，大媽也不會停止鍛鍊，就這樣倒立看電視。一旁的老伴已經見怪不怪了，做菜吃飯也要時刻劈叉來鍛鍊柔韌度，甚至在他70歲的那年還得到了瑜伽教練的證書，真的是有夠瘋狂。
大叔天天擦玻璃，卻怎麼都擦不乾淨，也不是愛乾淨，是因為最近換了窗戶後，玻璃上就憑空出現了一個奇怪紋路，紋路非常清晰，看着就像一個巨大的指紋，怎麼擦都擦不掉。即使換了窗戶，這指紋仍會重新出現。因為大叔的房子在深山裡，難不成真的有什麼不明生物偷偷留下的嗎？裝個監控看看吧。一夜過去了，怪物沒出現，卻出現了更怪的事，指紋憑空消失了。大叔卻並不驚訝，說之前也發生過這種情況，只要是晴天，指紋就會消失，反之陰天指紋就會很明顯。大叔說再等等吧。來到傍晚，這指紋果然準時出現。有人懷疑是傍晚室內外溫差變大，從而在玻璃上出現的冷凝現象，但這東西根本擦不掉，而且只出現在這一塊窗戶上，所以不可能是冷凝現象。那現在怎麼辦呢？大家去找賣家諮詢，賣家說了一些有的沒的，一副不耐煩的表情，最後說可能是廠家用吸盤搬運玻璃中留下的痕跡。大家又來到玻璃廠家，果然就看到了這種搬運玻璃的專用吸盤，吸盘也確實會在玻璃上留下痕跡，但這種痕跡是能擦掉的，跟大叔家的根本不一樣。就在大家一籌莫展之際，瑕疵品玻璃的存放方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，上面出現的紋路和家裡指紋不能說是很像，只能說是一模一樣。廠長解釋說，剛生產出來的玻璃很熱，需要在下面墊上一層厚厚的油紙，大家隱隱感覺這層油紙可能就是謎團的關鍵。帶着油紙找到專家，專家分析半天，又說了一大堆我聽不懂的。總之結論就是，玻璃上的紋路還真是油紙印上去的。剛開始紋路還是能擦掉的，但一些瑕疵品玻璃在露天環境中存放時間一長，這紋路就會深深印在玻璃上，是很難擦掉的。工廠為了利益最大化，會把這種超大的瑕疵品玻璃做成小一點的窗戶玻璃。恰巧大叔買的窗戶玻璃就是用這種瑕疵品做的，於是就出現了這種怪現象。至於這紋路在晴天時消失，是由於溫度升高導致的。知道了怎麼回事，這下不用再換玻璃了。他給自家小香豬帶上計步器，又裝了個節食背帶，準備給豬減肥。這只小香豬幾個月就長到了180斤，兩個男人都抱不起來，肚子都快碰到地板了，還長出了3下巴。本來是個迷你豬，結果現在一對比，主人變得很迷你。有次主人想要抱一下，就閃到了腰，實在沒辦法了，主人帶他來到廢品站，用這裡的地磅來稱重，整整180斤。這還是迷你小香豬嗎？不是說好的長不大嗎？想到當時賣家承諾的假一賠10，主人聯繫賣家售後，賣家表示可以賠10倍。首先把貨退回來，我們重新給你發10只小豬仔。主人一想，不对啊，我這不就成養豬的了嗎？畢竟養了這麼長時間，都有感情了。主人決定給他減肥，帶上計步器，一塊行走的五花肉上線了。剛走了2步，他就躺下了。本以為他至少能走30分鐘，結果他要休息30分鐘。看來運動不適合，只能讓他少吃點了，用食物引誘他運動。結果主人卻累瘦了。最後主人想到了一個絕招，給他制作了一個節食背帶，前面吊上一根他最愛的胡蘿蔔。你別說，效果不錯，他走路積極多了。幾天後再次上稱，減肥效果十分顯著，整整減掉了半斤，而且很可能是上稱前那坨便便的重量。用儀器一測，他的體脂率超過了85%。醫生擦了擦口水，說這種豬吃起來很香，而不是這豬是很難減肥成功的。但主人並沒有放棄，表示會一直陪他減肥，希望他能變回迷你豬。家裡為了6000塊錢就把它賣了，他逃了3次，都被家裡送了回來。他發誓一定要逃出去，趁着現在自己生活好了一點，他決定帶着丈夫坐飛機回老家。老子終於回来了。然後來到一個班級，透過窗戶往裡看，剛看2眼淚水開始打轉。他這是看到了自己和前夫的孩子，他一把抱住兒子，哭紅了眼眶。孩子看到他卻顯得很陌生。上課後，林寶站在門口跟他打氣，剛剛還一言不發的兒子卻哭了，這讓年輕的媽媽瞬間崩潰。她躲在角落泣不成聲，覺得自己虧欠孩子太多。第二天，她偷偷出來買了電話手錶，帶着一堆零食來到前夫家。林寶想從物質上彌補孩子，最終這事被丈夫知道了，丈夫大發雷霆。林寶也很生氣，因為丈夫結婚前說不介意自己有小孩，但現在的態度實在讓她寒心。兩人就這樣吵了起來，最後不歡而散。沒過多久，兩人就離婚了。新婚少婦每天偷偷往樹上抹瀝青，接着又把爛泥巴覆蓋在瀝青上。其實她並不是在搞破壞，恰恰是在幫大樹做修復。因為美國人會為了這樹裡的一種東西源源不斷的送錢來。你看，只需要把樹皮切開，瞬間就有源源不斷的透明汁液滴下来，在断口處掛上瓶子，一夜過後就能收集到滿滿一瓶。這看似平平無奇的透明汁液，卻讓歐美富豪趨之若鶩。起初富豪們並不知道這汁液是什麼東西，取樣分析後才得知這汁液營養豐富，竟含有幾十種營養元素和大量氨基酸。原來它就是被人們稱作液体黄金的白桦樹汁，是白桦树用來滋養新芽的養分，加上它喝起來自帶甘甜，口感細膩柔潤，很適合大魚大肉後喝上一點，因此一直受到歐美富人們的追捧，價格也隨之暴漲。
幸運的是，在我國長白山以及興安嶺地區就擁有着大量的白桦樹林。近些年，我國也開始重視起白桦樹脂的開發，並逐漸形成了儲存、運輸、灌裝的完備產業鏈，這才把價格打了下來。他把沒人要的牛肉塞到玻璃罐裡就能賺50美元，放鍋裡煮一下又能賺60美元。這看似平平無奇的操作，卻讓他實現了財富自由。嘗到甜頭後，他直接投資500萬開辦牛肉加工廠，又花高價搞來一台自動打磨機，新鮮牛肉往上一擱，肥肉和筋膜瞬間就被清理得干干淨淨。緊接着牛肉被送上切片机，1分鐘能切出1萬多片，不僅大大提升了效率，而且能把每片牛肉切得薄厚一致。切好的牛肉片平鋪在烤盤上，送进烤箱低溫慢烤。這種低溫慢烤的工藝，不僅能把牛肉裡多餘水分蒸發掉，還讓口感變得脆而不柴。烤好的牛排脆厚度僅有0.1厘米左右，比薯片還要薄脆。3.5斤牛肉才能烤制出1斤這樣的牛排脆。每一片牛排脆精選安格斯谷饲牛肉，沒有碎肉拼接，清晰可見的雪花紋理十分誘人。這張大網上困住的小魚，每條能賣2塊錢，數百萬只小魚奮力掙扎，可這種絕戶網就是越掙扎收得越緊。巨網延伸10餘公里，就算僥倖脫身也難以逃出升天。它就是深海中最常見的鯷魚，也就是我們經常吃的小魚仔的原料，年捕獲量能達到60億噸，全球糧食總產僅為其1/3。鯷魚富含優質營養元素，成了海洋食物鏈的搶手美味，人類自然不會放過這資源，創新出拖曳式圍網捕撈技術，從下網到收網不足30分鐘就能捕獲數萬噸的小魚，接着迅速冰鎮保鮮送往工廠。工人首先會剔出影響口感的魚頭和內臟，反復沖洗後烘乾，混合幾十種香料一同滷汁入味後，香辣劲道的小魚仔就做。大半夜，他用攝像機對着黑漆漆的廠房，接着爬上屋頂，在監控前面丢纸飞機。小伙並不奇怪，奇怪的是这台监控每天都能拍到一個神秘物體，通體白色，還帶2個小翅膀，一閃而過，速度極快。剛開始工廠保安認為是塑料袋之類的東西，但每天都能拍到就很不正常了。大家在監控附近找了半天，都沒有看到任何塑料袋。詭異的現象不斷出現，工廠另一個監控也拍到了奇怪畫面，有一束強光射在地面，就好像外星飛碟在盤旋，同時還能聽到狗在大叫，出來卻什麼都沒有看到，光束只能被監控拍到。這件事很快驚動了工廠老闆娘，老闆娘是個文化人，她才不信什麼飛碟之類的，讓員工用紙飛機模擬白色物體，在監控前丟出。監控顯示紙飛機全身也發着光，和剛開始拍到的物體很像。這就對了嗎？之前的白色物體肯定也是個什麼垃圾之類的。老闆娘又讓員工用強光手電模擬光束，雖然在監控上能看到強光手電形成的光暈，但和之前穩定的光束完全不同，無論怎樣模擬都達不到之前光束效果。老闆娘懷疑監控設備出了問題，找來售後檢查了半天，結果設備一切正常。大家又架起了多個攝像機，也拍到了人眼看不到的神秘光束，真的是奇怪。專家左看右看，說這束光看起來和普通的光線不一樣，光束穩定不會擴散，這是地球上的光源做不到的，難道真的是外星飛碟？專家左思右想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，還真成了未解之謎。大姐生孩子不去醫院，卻來到了按摩店，讓技師瘋狂按壓肚子，因為這肚子裡的東西實在太怪，懷了3天就要生了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就在3天前，她因為胃痛來醫院，沒成想卻檢測出了嬰兒的心跳聲，原來她並不是胃痛，而是馬上要生了。大姐直接懵掉了，才知道自己早就懷孕了。比大姐還震驚的是她丈夫，由於工作原因，夫妻倆已經分居7個月了，現在你說你懷孕要生了，這要怎麼解釋呢？丈夫甚至懷疑她外面有人了，不過醫生給出了解釋，說大姐也是懷胎10月來着，只是她不知道而已。大姐說雖然肚子確實大了一點，她就單純的以為自己胖了，還特意去做了減肥按摩，就是專門按肚子的那種。就算是這樣，那肯定有一些懷孕的症狀吧，就比如例假肯定沒有了吧。大姐說例假確實一直沒來，但自己這方面一直不規律，所以也沒在意。不得不說，大姐心是真大。後知後覺的大姐非常自責，只希望孩子能平平安安的。不過意外還是出現了，生產過程中臍帶纏住了寶寶的脖子，情況十分危急。好在經過幾個小時的手術，最終大姐順利生產。孩子有個這樣的媽，能活下來還真是個奇蹟。大爺只是給挖掘機輪胎打個氣，卻引來一群人圍觀，都不可思議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爺有個絕活，用嘴給輪胎充氣，竟然比打氣筒還好用。家裡的暖水袋被他當成氣球吹，幾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時就用肺活量檢驗暖水袋質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計其數。平時出門都隨身帶着一個橡膠軟管，看見沒氣的車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陣吹。大爺只有一個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絕對不允許沒氣的情況。大爺說這都不算什麼，還有更厲害的，他可以給卡車輪胎充氣。大家決定做個實驗，一邊用打氣筒，一邊大爺用嘴吹，看誰能把輪胎吹爆。比賽開始，大爺這邊輪胎肉眼可見的變大，一旁7個成年人輪番用打氣筒，但輪胎的鼓起程度還不如大爺用嘴吹的快。5分鐘後，大爺已經把輪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輪胎卻還是扁扁的。很明顯大爺贏了，但他卻並不滿意，說要升級挑戰，把一個鐵架子放在輪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個小伙子。
他要在負重的情況下把輪胎吹爆。但不得不說，咱們中國的輪胎質量屬實不錯。大爺吹了10分鐘，硬是沒吹爆。大爺倒也沒太往心裡去，表示不會停止挑戰自己。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戰極限，吹挖掘機輪胎。很快就引來一群人圍觀，大家都覺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爺卻氣定神閒，坐着吹了幾下，輪胎竟然紋絲不動。很明顯，這次挑戰確實不一般。只見他站起來半蹲馬步，穩扎穩打的吹，輪胎終於有了點起色。畢竟是挖掘機輪胎，吹到一半的時候最困難，幾口下去輪胎也沒啥變化。大家不停給他加油打氣，大爺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，一陣猛吹，終於把輪胎吹了起來。大爺一臉傲嬌地說，自己才66歲，還能再吹他個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許出現打气筒。在鯡魚罐頭工厂上班是種怎樣的體驗？據說质檢員的工資非常高，看完有點心疼质檢员。這家瑞典工廠在每年5、6月份，一周就能收到60噸新鮮捕獲的鯡魚。制作鯡魚罐頭第一步就是去除魚頭和內臟，通過傳送機把魚送到離心旋轉機，讓魚頭朝一個方向排列，水流會對鯡魚進行簡單清洗。接下來的機器每分鐘能切掉400個魚頭，同時擠出內臟，身體順着傳送帶被裝進大桶，接着加入大量的鹽，在鹽水裡浸泡2天，2天後撈出，讓魚自然發酵。發酵前先加入1桶血水，它們稱為滷水，這裡面有發酵所必需的酵素。最後封上蓋子，一桶桶的鯡魚被存放在儲藏室，溫度維持在12到15度。整個發酵過程需要持續幾十天。質檢員會根據桶裡的气泡声來判斷發酵是否完成。這家工廠始終堅持手工灌裝，工人都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，可以面無表情的工作，甚至不用戴口罩。罐頭裡要加上足量的臭滷水汁，這樣才正宗。最後清洗下外殼，就可以装箱了。现在還不能直接吃，需要讓它繼續發酵1個月，等罐頭鼓起來的時候風味最佳。質檢員最後還要親自試吃，他淺嘗了一口，轉身就把魚丟了，反手豎起了大拇指。臭烘的就是這個味。有人形容鯡魚罐頭的味道，就像連續吃了1周臭豆腐，在憋了1周終於排泄出來後，湊在馬桶上聞的那個味道。這味道卻讓瑞典人欲罷不能。瑞典每年吃掉80萬罐鯡魚罐頭，按照當地習慣，開鯡魚罐頭必須提前通知鄰居。正確的吃法是把鯡魚罐頭放在清水中打開，一方面可以防止汁液飛濺，另一方面可以清洗鯡魚，洗乾淨就可以夾在麵包裡食用。把10斤牛奶灌進羊肺裡，就可以用來制作烏茲別克斯坦當地的豆腐。制作過程極其複雜，第一步先和面，醒發半小時，把切好的洋蔥倒入牛奶中，再把醒發好的面团也丟進去，開始洗面，一直揉搓20分鐘，把面筋全部洗出來後，再把牛奶過濾一遍，就得到了充分混合的牛奶面粉液體。在氣管裡插上漏斗，開始往羊肺裡灌牛奶，等每個肺泡都充滿了牛奶，整個羊肺肉眼可見的變大，顏色也逐漸變成了奶白色。接着再加上1勺黑胡椒，然後重頭戲來了，倒入一些花生油，用繩子把羊肺綁起來，接着放進鍋裡煮2個小時就可以了。就在等待的過程中，小哥發現這裡的羊很特別，它們的尾巴很奇葩。小哥突然有個大膽的想法，大廚卻表示羊尾巴也可以做一道特色美食，把尾巴均勻切成厚厚的薄片，然後再和羊肉混合在一起，加入各種調味料，攪拌均勻後，大廚取來了1坨大腸。沒錯，接下來就是做香腸，這沒有什麼稀奇的，但加工過程有點奇葩。把做好的香腸盤在一起，一層層放在烤架上，接着把烤架放入吊爐燜烤1小時，期間還要用泥巴封口，確保沒有任何縫隙。只需要等待1小時，香腸就可以出爐了。扒開泥巴，一股熱氣就冒了上來，掀開蓋子，香氣瞬間撲鼻，把100多斤的香腸抬出來，簡直不要太震撼，一口下去滿口爆漿。這時羊肺也煮得差不多了，撈出切塊 ，Q 彈彈的，看着有點像豆腐，撒上一點辣椒面就可以吃了。小哥嘗了一口，表情很是複雜，回味了片刻，直呼這輩子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美食。羊肺的鮮和牛奶的甜，吃了就仿佛看見初戀一樣。這樣的烏茲別克斯坦美食，你想嘗嘗嗎？這裡的人窮的只剩下了錢，每天要去擺攤賣鈔票，把錢當廢紙論斤賣，個個都是億萬富翁，卻吃不上飯，甚至有人被活活餓死。他們每天拉着成捆的鈔票去擺攤，一沓沓现金就像冥幣一樣，隨意堆放在地上，沒有任何安保措施，根本不擔心被搶。這一幕發生在索馬里蘭的一個鈔票交易市場，這裡是全球唯一的鈔票交易市場，交易過程也很簡單，不需要點鈔機，也不需要驗鈔機，都是論斤賣，一般1斤能換1美元，偶爾多個幾斤幾兩也沒關係，攤主有時會多送一些，來挽留回頭客。家家戶戶堪比私人銀行，即使有1億現金掉在路上，也沒人願意撿，因為自己家的錢都賣不完。更奇葩的是，這個國家不被國際社會認可，在任何世界地圖上都沒有這個國家，所以他們的鈔票在世界範圍來說不具備任何價值。他們使用的貨幣叫索馬里蘭先令，於1994年由國家銀行發行。由於官方隨意印刷貨幣，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，貨幣連年貶值，出現錢不再值錢的局面，買顆白菜可能都要花個上百萬，所以他們更願意把當地貨幣兌換成美元，於是就有了賣錢這一奇葩景象。這裡人口非常稀少，
就業率很低，當地經濟主要以畜牧業為主。由於氣候炎熱少雨，經常出現乾旱的現象，導致飼養的牲畜大量死亡，周圍環境一片蕭條。即使在首都，也沒有任何繁華的景象，反而顯得髒亂差，大部分地方破敗不堪，很少能見到水泥路面。索馬里蘭的人窮得只剩下錢，卻仍舊吃不上飯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這個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館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實際上是專門來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來到寺廟，更是大開眼界，牆上全部貼滿了美女照片。這些韓國女團他如數家珍，知道她們的名字以及熱門歌曲，甚至記得她們的身高體重。身為佛門弟子，他一不念經，二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團跳舞。外人看到這個情況，都罵他花和尚，說他六根不淨。但事實卻並不是這樣的。他在當和尚之前是個屠宰場老板，偶然撿起一本佛經，結果愛不釋手，就像發現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髮出家。他認為之前的工作讓自己周圍充滿了負面磁場，收藏照片是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話怎講？他說名人的磁場像星星一樣強大純淨，這會讓他感到無比的歡喜和安定。但他這種行為難免引來風言風語，隨着非議越來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勸他離開。他最終被取消了法號，被迫離開了寺廟。他來到一個荒無人烟的山間小廟，取名龍宮佛寺，並自認方丈，繼續自己的修行。他還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頭上，圍着寺廟擺了一圈，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說做的過程也是一種修行，這種迷惑行為咱確實看不懂。韓國奇葩多，大家隨便看看就好。小伙在大叔臉上聞了又聞，甚至連醫生也忍不住聞了起來，只因大叔體味實在奇葩。他幹活要隨身帶一瓶醬油，受傷後直接就用醬油塗抹，說可以消菌殺毒，防止感染。等紅燈的時候，他又掏出了醬油，拿棉籤蘸上醬油就開始掏耳朵，延時也要拿蘸過醬油的棉籤清理。回家後只見他廁所裡也擺滿了各種醬油，甚至還有料酒。大叔說自己是乾性皮膚，每天都要仔細護膚，擠點乳液，再倒點醬油混合在一起，就可以往臉上塗了，甚至連脖子都要抹均勻，拍打促進吸收。瞬間整個廁所都彌漫着一股難以言說的味道。這還沒完，他又用醬油兌水，直接拿鼻子喝了起來，說是可以清潔鼻腔。你還別說，這麼一套下來，大叔整個人都變得很有精神。大叔還偷偷告訴記者一個護膚秘訣，那就是白天要用生抽，晚上用老抽，這樣保濕效果最好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小伙決定嘗試一下，把乳液和醬油混合在一起，按照大叔的手法塗在了臉上。看得出来他很後悔。可奇怪的是，一個用了10年醬油的人，卻從來不吃醬油，這又是為啥呢？大叔表示自己有糖尿病，所以不能吃太鹹，而且糖尿病發作時，皮膚都會開裂。小時候看到父親都是用醬油來塗抹傷口，自己也就學着在傷口上抹醬油。沒想到啊，效果還不錯，傷口很快就愈合了。從那以後就開始一直使用。但還有一個原因，大叔沒有明說，那就是因為自己長期使用醬油，渾身散發出濃烈味道。就是因為這個味道，還找到了老伴。老伴非常迷戀這種體味，但大家千萬不要模仿哦。最後還有個問題，往身上塗醬油真的沒傷害嗎？檢查發現，大叔的皮膚狀況竟比同齡人要好很多。醫生說醬油中確實含有很多有益元素，就比如抗氧化劑和乳酸，長期使用的話，確實對皮膚有一定好處，但還是建議少用，畢竟味道不是很好聞。這種護膚方式好不好不知道，反正我感覺挺入味的。在一片荒山中，隱藏着一座22層的高級酒店，號稱是亞洲最恐怖的酒店。酒店常年被煙霧籠罩，外牆還有大片的紅色印記，顯得異常詭異。雖然看起來荒廢了很久，但其實還在營業。據說在周末房間都會訂滿，不知道住的到底是人是鬼。網站上還有很多負面評論，讓人看得毛骨悚然。很多人就留言勸告，千萬不要住這個酒店，否則會後悔的。小哥不信邪，決定來探險。酒店位於馬來西亞，通往酒店的路迷霧重重，報廢汽車隨處可見，顯得非常荒涼。然而路邊碩大的酒店指示牌卻顯得非常新，處處透露着詭異。而且越靠近酒店，手機的信號也開始變差。來到酒店，順着樓梯往上走，才發現進入酒店的通道都被封上了。找了半天，找到一部電梯，但按鍵完全沒反應。奇怪的是，電梯的樓層數字卻在快速變化，也不知道誰在控制。最後小哥通過緊急出口來到了酒店內部，一切變得正常起來。出現了一條購物街，人也多了起来。他找到了一個店主諮詢，店主說酒店旁邊有個大賭場，很多人都在那裡輸得傾家蕩產。有些人回到酒店就會選擇跳樓，所以這裡怨氣很重。確實發生過很多靈異事件，有時晚上能聽到孩子的哭聲。小哥決定在這裡訂一間，親自感受它的詭異。回房間的路上，看到一個長期上鎖的房間，門上還貼着一個奇怪的符咒。酒店人員說，這間房子被詛咒過，發生過很多超自然現象，沒事盡量離它遠一點。來到自己的房間，他還煞有其事地敲了3下門。進入房間發現裝修比想象中的要好很多，但怪異的是，床頭竟然裝了個鏡子。雖然在22樓，陽台卻並沒有封死，向外看去一片霧蒙蒙的，外牆上一片片的紅色印記，看着好像是血跡。酒店人員告訴他，紅色印記雖然看着恐怖，但並不是血跡，只是因為潮濕生了紅色苔蘚而已。來到晚上，
酒店零星亮起了燈，氣溫開始驟降。睡到半夜，他直接被凍醒了。也許是因為風太大，陽台上的門被吹得一直叫，就像有人在房間吹口哨，不斷吸引他去陽台。小哥說不知為何，站在陽台上，總有種想往下跳的衝動。為了保命，小哥沒敢再睡覺。如果給你1萬塊，你敢在這裡睡一晚嗎？這裡的女人體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。瘦子在這裡會被嘲笑。村裡男人的夢想就是能娶上一個200斤的老婆。採訪過程中，男人們還說出了一個流傳千年的奇怪習俗，更讓節目組傻眼。這4位就是當地女神，一個比一個胖，追求者也一個比一個多。他們是準備競選村花的，競選標準是要超過200斤。他們吃完飯就要稱體重，第一位體重210斤，剛剛及格；第二位體重268斤，還不錯；第三位體重284斤，很有競爭力。然而現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體重計，生怕踩壞。果然，體重計在顯示428斤後直接黑屏。不過呢，他現在的地位還是很穩固的。出於好奇，節目組採訪了村裡男人，結果大家都說自己就喜歡胖的，越胖越愛，無法自拔，還說這種習俗已經傳承了1000年。胖老婆能彰顯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處炫耀。他們這裡信奉一句話：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會旺旺的。接着大家來到村裡有名的模範夫妻家裡，一進門就看到女人在睡覺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貼心地給妻子塗抹爽身粉。女人說結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這樣寵自己，感覺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樣，還說自己結婚前瘦巴巴的，一點都不好看。啥也別說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標準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給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異常肥大，女人卻說這是為了凸顯身材的緊身褲，穿起來一看確實很凸顯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飯睡覺看電視，最常說的話就是飯做好了嗎？丈夫聽到就要趕緊去做飯，說娶個老婆不容易，關鍵還娶了個這麼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來了飯菜，給妻子盛上一盆，沒一會米飯就見了底。酒足飯飽，拍拍小肚腩，趕緊補個午覺。洗碗這種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負責胖就行了。女人還告訴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訣就是要多吃米飯，因為米飯屬於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維持身材。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還貼心的打造了專屬座位。等妻子上車後，沒成想油門踩到底，車子卻一動不動。丈夫把車推到平坦路面，車子才勉強走了起來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裡像他這樣的改裝摩托還有很多，一般都說明家裡有個200斤以上的老婆，這是身份的象徵，比開寶馬奔馳有面子。豪華一點的還會安裝個遮陽頂，大家不禁感慨，難道村裡就沒有一個瘦子嗎？隨後在村裡找了半天，終於看到一個很瘦的女孩。女孩顯得很不自信，一打聽才知道，至今沒交過男朋友，成了村裡為數不多的大齡剩女。一旁的父親都愁壞了，說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禮，陪嫁100萬。即使這樣，仍然沒有人上門，為此她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麼吃都吃不胖，還差點得了抑鬱症。節目組當場做起了媒人，要給女孩介紹對象，把街邊的一個流浪漢拉了過來。流浪漢看到女孩後，連連搖頭，說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。說完直接轉身就走了。更讓女孩心裡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閨蜜卻是個標準的美女，追求者眾多。這不，閨蜜剛回家，家門口就出現了3個追求者，其中一個已經追了2年。他們在門口蹲守半天，只為看閨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離開，還說明天再來。看得出來，閨蜜也很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。所以美的標準從來都不是唯一的，蘿蔔青菜各有所愛，自己喜歡最重要。大爺沒病，卻在家裡常備一箱狗皮膏藥，每天睡覺前，妻子就會幫他貼膏藥，手上、額頭各來一個，耳朵、下巴也不能少。除了眼睛，全身都貼滿了狗皮膏藥，像個木乃伊一樣。現在就可以安心睡覺了。但妻子卻說他根本就沒病，甚至比同齡人還要健康，啃骨頭比狗啃的都乾淨，下地幹活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由於身上貼滿了膏藥，太陽一曬就會變得很燙，所以不能長時間在地裡幹活。街坊鄰居都不能理解大爺的迷惑行為，而且長期貼膏藥還對皮膚造成了嚴重傷害，有些部位都出現了潰爛。檢查後發現情況更嚴重，大爺患上了接觸性皮炎，必須要停止使用膏藥。那他為啥10多年來每天堅持貼膏藥呢？經過心理諮詢才知道，原來10年前大爺不小心掉進了坑裡，過了3天3夜才被救上来。從那以後就開始做噩夢，每天都感覺有東西在身上爬。偶然貼了一次狗皮膏藥後，竟然連續2天都沒有做噩夢。從那之後就離不開膏藥了。醫生給的建議是定期來醫院做輔導，慢慢改变想法，做噩夢的情況就會得到改善。這個和尚每天都去照相館，表面看着道貌岸然的，實際上是專門來打印美女照片的。大家跟他來到寺廟，更是大開眼界，牆上全部貼滿了美女照片。這些韓國女團他如數家珍，知道他們的名字以及熱門歌曲，甚至記得他們的身高体重。身為佛門弟子，他1不念經2不打坐，整天就看女團跳舞。外人看到這個情況，都罵他花和尚，說他6根不淨，但事實卻並不是這樣的。
他在當和尚之前是個屠宰場老闆，偶然撿起一本佛經，結果愛不釋手，就像發現了新世界，自此放下屠刀剃髮出家。他認為之前的工作讓自己周圍充滿了負面磁場，收藏照片是為了更好的修行。此話怎講？他說名人的磁場像星星一樣強大純淨，這會讓他感到無比的歡喜和安定。但他這種行為難免引來風言風語，隨着非議越來越多，方丈也忍不住勸他離開。他最終被取消了法號，被迫離開了寺廟。他來到一個荒無人煙的山間小廟，取名龍宮佛寺，並自認方丈，繼續自己的修行。他還把世界名人都刻在了石頭上，圍着寺廟擺了一圈，這一刻就是15年。他說做的過程也是一種修行，這種迷惑行為咱確實看不懂。韓國奇葩多，大家隨便看看就好。這是一棵會生錢的樹，每天都能在樹下找到1枚硬幣。這些就是最近收集到的硬幣，很奇怪，都是50的。店主說2個月前打掃衛生時，在店門口的樹下意外發現的，之後每天都會出現1枚硬幣，他也不敢用，只是把硬幣收集起來。對於這種現象，有人說柿子樹果實累累，象徵着家族興旺，可能是有人對着樹許願丟的硬幣。這種說法還是挺靠譜的，畢竟我們這邊也有許願丟硬幣的做法。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樹下面卻找不到任何硬幣，只有他店门口的樹會這樣，這就有點詭異了。店主很焦慮，這是有人在對自己下蠱施法嗎？節目組安裝了攝像頭，想要找到丟硬幣的人。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位可疑的大媽出現了，她不經意地路過柿子樹，隨手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。節目組迅速出擊，面對質疑，她卻說什麼硬幣不硬幣的，我丟的是一片樹葉。原來大媽喜歡聞樹葉的味道，時間一長，樹葉的味道就淡了，自己就隨手丟了而已。看起來好像真的不是這位大媽。節目組決定繼續觀察，一直到深夜都沒有出現可疑人物。第二天早上7點起床到樹下一看，再次發現了硬幣。節目組趕緊調監控，發現了一個行為可疑的大媽。她在早上5點的時候有目的的朝樹下丟了一個東西，隨後匆匆離開。店主看到這一幕講話了，原來這個大媽是收廢品的，每天都會來店裡收廢紙箱。為了確定丟硬幣的是不是她，店主在1枚硬幣上做了記號。沒一會兒，大媽又來收廢品了，隨後在店裡買了一杯咖啡。店主把帶記號的硬幣找給了她，大媽剛出門就把硬幣丟在了樹下。隨後店主找到硬幣確認了，一直丟硬幣的人就是廢品大媽。節目組趕緊追了上去，大媽也承認了，丟硬幣的就是自己。至於為什麼一直這樣做，大媽說店主每天都會把廢紙箱給自己，而且還不要錢。為了感謝店主，又怕店主不接受，才會偷偷的把硬幣丟在樹下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個溫暖感人的靈異事件。大媽最後也向店主解釋了一切，和廢品大媽一樣。下面這位大媽也有反常行為，大媽交不起水電費，卻每天給陌生商販送錢，每人大約給2萬，而且還不買東西，不要的話她會把錢丟進下水道。市場裡的商販都無緣無故收到過，就連街頭賣菜的大爺大媽也收到過。這種奇怪的行為每天都會上演，而且最近金額也在變大，有人竟然一次收到了17萬。大媽送錢也從不廢話，丟下錢就走。假如一天要發10萬，1年就是3600萬。有人認為大媽可能中了彩票，然後想做善事回報社會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沒這麼多錢。節目組在他經常花錢的路口安裝了攝像機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一個拉着購物車穿紅色衣服的女人出現了。她先來到銀行取錢，取完錢隨手把一些錢送給了旁邊坐着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說真的奇怪，我都不認識她啊。大媽剛離開銀行就開始給路邊的小販發錢，發完繼續去下一個地方。節目組追上大媽想了解下情況，大媽發現了攝像機，拉着購物車就溜了。大媽的迷惑行為還在繼續，買了幾個漢堡後給旁邊的人分了幾個，路邊樹底下丟一個，剩下的直接丟進了垃圾桶，這多少就有點浪費啊。經過長時間的溝通，大媽同意讓節目組跟她回家。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樣，她家裡很破，而且家裡只有大媽一人，那她為什麼要給別人送錢？大媽卻一口否認，說自己沒有給別人送過錢。交不起水電費的大媽每天卻給陌生人送錢，問她為什麼這樣做，大媽卻說自己沒有給陌生人送過錢。節目組說我們都拍下來了，就是你啊。大媽改口說自己是奉命辦事的，是大山守護神讓自己這麼做的。然後大媽又扯了一些有的沒的，越說越玄幻。節目組還發現她家一直沒有交水電費，大媽的存折上也只有幾萬塊，看起來生活本身就很困难了，根本不足以支撐她每天出去送錢。這時大媽又說自己把股票賣了，但看起來像是臨時編的謊話。第二天大媽又去了銀行，把剛取出來的15萬直接放在大廳的凳子上，誰想要誰要。節目組把錢收起來還給大媽，大媽突然哈哈大笑，直接把錢丟進了下水道。這種反常舉動，節目組覺得有必要帶大媽去看醫生了。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大媽的情況，想要幫助她都被拒絕了。節目組想要說服大媽去醫院，還是被拒絕。接着大媽還哭了起來。經過連續幾天的勸說，大媽同意去醫院。一番交流過後，魏浩宇醫生認為大媽患有精神分裂症，同時還出現了幻覺。
都是由於長期缺愛導致的。醫生建議大媽要敞開心扉，分享自己的感受。街道辦事處表示會幫助大媽，給她溫暖，讓大媽感受到被愛。曾經收到大媽錢的商販也表示會把錢還給大媽，希望她能好起來。至於她的錢到底哪裡來的，節目中也沒說明白。就這樣吧，如果現實中遇到這種送錢的人，你們一定不要大驚小怪的，請叫上我，謝謝。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在小姐姐耐心的溝通下，大爺終於放下了戒備，正要說出自己的故事，卻被一個怒氣冲冲的大媽打斷了。大爺屁顛屁顛的跟着大媽上了公交，天花板上的鋼筋和鐵釘都露在外面，一不小心就會劃傷。客廳旁邊的洗手間也是慘不忍睹，衛生紙都已經發霉了，還有隨處可見的老鼠，水龍頭也壞了，水管不停的滴水。平時大媽就是靠積攢的水洗衣服。同志，泡菜裡也有很多蛋白質，他們要時不时的噴殺蟲劑。天花板已經腐爛了，還時不時的滴水，看出現的。為此，節目組找到了聲音分析專家，專家分析後認為，這應該是某種生物移動時產生的聲音，白色物體。經過反覆實驗觀察後，醫生確定這就是一隻3厘米長的蟲子，而且還發現了蟲子吃木頭的痕跡。節目組鋸開木頭後，果然發現了一隻白白胖胖的蟲子。至於主人說的2種聲音模式，是他吃木頭時的不同狀態而已。至此真相大白，我覺得商家還是挺良心的，起碼用的真的是實木材料。同樣遭遇怪異事件的還有下面這位小姐姐，她家的電視總會無緣無故的自動打開，出門前關閉電視，回來就看到電視早已打開，尤其是在3更半夜，自己睡着覺就會被電視吵醒，客廳卻一個人沒有，想想都覺得可怕。主人說電視每天都會自動打開，而且沒有任何規律。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是在3年前，那天他正在廚房洗碗，突然就聽到了電視聲音，剛開始他也沒太在意，慢慢的這種情況越來越頻繁，他開始檢查電視的各種設置，並沒有設置自動開關機的時間。後來找售後換了一台電視，也還是會出現自動開機的情況，該不會是電視機自己想看電視吧？他當着節目組的面關閉了電視，沒一會兒電視就自動打開了，即使取出遙控器電池，電視還是會自動打開，這就很不科學了。走進科學節目組決定請教專家，專家說電視遙控器發出的信號是紅外線，家裡可能存在能發出相同紅外線的電器，才使得電視接收到信號就打開了。隨後專家對家裡所有電器展開探測，最後懷疑是電源插排，但是把插排斷電後還是檢測出了與電視遙控器相同的紅外線信號。專家又嘗試關閉無線路由器，緊接着紅外線信號就消失了，那說明問題就出在路由器上。但專家說並不是，路由器不會產生紅外線，罪魁禍首是路由器的充電器，充電器長時間的使用就會產生不必要的紅外線，如果恰巧和遙控器紅外線一樣的話，電視接收到信號就會打開。果然在拔掉充電器後，電視沒再出現自動打開的現象。至此真相大白，這就是一種巧合而已。上面2個都是家電家具問題，但是下面這位大媽家裡出現了不應該出現的東西。她家裡平白無故的出現了一包牙齒，參差不齊，大約有20顆，看樣子像是小孩子的牙。牙齒是大媽在廚房整理櫥櫃時發現的，當時都嚇懵逼了。牙醫說這些都是小孩的乳牙，一個人平均就有20顆，看形狀分析應該是同一個人的。節目組把牙醫的分析結果告訴了他們。大叔講話了，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根本就沒有孩子，牙齒為什麼會出現在自己家裡？而且最近也沒有人來過。大叔猜測牙齒來自食品包裝，因為他家的食品買來就放在櫥櫃裡，牙齒也是在櫥櫃發現的。但隨後節目組發現了蹊蹺，他家日曆上10號這天標注了行程是去看牙醫，那會不會是大媽看牙醫的時候帶回來的，自己卻忘記了？大媽一口否認。節目組也不確定大媽有沒有健忘症，為了排除這種可能，節目組來到大媽的牙醫診所諮詢，醫生表示來這看牙的兒童很少，所以不認為乳牙來自他們診所。節目組還調取了診所錄像，發現大媽確實沒拿診所任何的東西。那牙齒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和大媽聊天中得知，這個房子是他們買的2手房，搬進來還不到1年。節目組瞬間醍醐灌頂，那會不會是之前戶主孩子的牙齒？為此，節目組通过房產中介聯繫上了前房主，對方說乳牙就是自己孩子的，當時搬家忘記拿了。至此真相大白，一切又是虛驚一場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每天一個迷惑行為大賞。大媽說自己肚子裡有根針，節目組用金屬探測儀小心翼翼地掃描，探測儀沒有任何反應。旁邊的丈夫看不下去了，說你得這樣使勁按，她肚子上的脂肪屏蔽了探測儀信號，就這溫柔的手法看得出來是真老公。如果肚子裡真的有針，那這樣暴力按壓不會出事嗎？為了確定肚子裡有沒有針，大媽被帶到醫院做檢查。一番檢查下來，醫生也震驚了，她肚子裡真的有一根6厘米長的針，就扎在腸繫膜上。如果針在體內運動的時候不小心刺穿了腸子或者其他內臟，
很可能會導致敗血症，甚至危及生命。那針頭是什麼時候進入體內的？大媽說大約有40多年了。40年前，那天她吃完飯躺在沙發上看書，剛吃完牛板筋，塞牙塞得很疼，在家找了一圈都沒有找到牙籤，正好看到桌子上的縫衣針，拿起來就開始剔牙，結果一個不小心就把針吞了下去。大媽說當時都嚇懵逼了，但是後來發現一點事沒有，所以當時以為針已經被消化了。但是最近一段時間，大媽經常無緣無故的肚子痛，疼得她滿頭大汗。丈夫還說最近她還出現了嚴重腹瀉，每天都要去10多次廁所。醫生說一般誤食後針都會卡在喉嚨或者食道裡，但如果是隨着食物一起吞下去的，食物有可能會包裹着針頭一起來到腸道裡，最終固定在一個部位。而且最近一段時間，大媽體內的針開始移動，這就是導致她肚子痛和腹瀉的原因。醫生和大媽商議後決定立即開展手術。幾個小時後，針終於被取了出來，在體內40年的針早已鏽跡斑斑。大媽出院後就成了鎮上的名人，大家都覺得很不可思議。无独有偶，下面這位大媽體內也有一根針。大媽體內有一根8厘米長的針，只要金屬探測儀靠近就會哔哔哔，針距離心臟只有1毫米，劇烈運動或者稍有不慎都會傷到心臟。20年前大媽做體檢的時候才意外發現了這個針，在未發現之前她已經帶着針生活了10多年。那麼針是如何進入身體的？大家眾說紛紜，一個大姐說可能是吃東西的時候意外吞下去的，但很快醫生否定了這個假設，如果真的是誤食的話，那針頭一定會戳破氣管和肺部才能到達胸前。另一個大媽又說很多人縫完東西都會把針別在胸前，也許是大媽在縫完被子後睡着了，翻身的過程中針就刺入了體內。醫生說這種假設是最有可能發生的，因為胸前的軟骨很容易就會被刺穿，針就會進入體內。20年前就查出體內有針，為什麼當時不去做手術？原來當年丈夫生育失敗後，他們過得很拮據，還要養3個孩子，當時根本沒精力也沒錢去做手術，就這樣堅持過來了。和所有父母一樣，把一切都給了孩子，反而忽略了自己。现在孩子都大了，結婚了，經濟上也允許了，他決定來醫院做摘除手術。全面檢查過後，醫生發現針頭距離心臟小於1毫米，因此在手術過程中很有可能會發生緊急情況。醫院做好萬全準備後，大媽被送進了手術室，手術不能出現一丁點的失誤。不過還好，經過漫長的等待，醫生成功把針取了出來，可以看到表面都已經生鏽了。手術後大媽狀況良好，看着伴隨了自己30年的針，大媽唏噓不已。更不可思議的還有下面這位大爺，這個大爺腦袋裡有一顆子彈，是在醫院體檢的時候偶然發現的，子彈在腦袋裡已經50年了，一家人都很震驚。大爺本人也很懵逼，完全不記得子彈是怎麼進入頭部的。節目組拿着 X 光找到了槍支領域的專家，這顆子彈長約3厘米，直徑8毫米，這是軍隊裡經常會使用的子彈。也就是說，大爺和軍隊之間可能有某種聯繫。大爺慢慢陷入回憶，說自己參過軍，上過戰場，有一次在戰場上受傷昏倒了，醒來就發現在陌生人的房子裡，頭上還纏上了厚厚的繃帶。從那以後，自己就經常會出現頭痛的情況，一直也沒太在意，自己一直不知道腦袋裡有子彈。那為什麼子彈穿破頭顱後他還能活下來？這很不科學。專家說，如果是短距離被射中的話，他肯定是活不了的。但他這種情況，子彈可能是從很遠的地方飛來的，經過碰撞反射後，威力已經減弱了，正好打在了他頭上，才導致他在戰場上昏了過去。現在子彈位於他的額葉右側部位，而且這個部位基本沒有太多功能，這就是大爺為什麼沒有其他症狀的原因。但是現在有個棘手問題，子彈距離大腦關鍵區域只有5毫米，要想取出子彈，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大的事故。而且大爺今年70多了，暫時沒有太大的問題，醫生建議保守治療，不做手術，平時頭痛的話可以吃點藥。大爺也覺得本來子彈都在腦袋裡待了50年了，也不差這幾年了，就讓他安靜的待在那裡吧。好了，我是岳貝，關注我，一起走進科學。這位96歲的奶奶曾經死過，但又活了過來，不僅長出了黑頭髮，還長出了新牙。村民都曾參加過她的葬禮，而此刻她卻在廚房做飯，看起來非常健康。她記得自己生病住院，但完全不記得自己死而復生的經歷。面對節目組的質疑，老人的女兒說，這一切都是真的。當時在醫院裡，母親就停止了呼吸，我們連衣服和板板都為她準備好了。原来老太太之前突發心臟病，送到醫院搶救後，醫生也無能為力，於是就把老太太接回了家。萬萬沒想到，在她停止呼吸3小時後，老太太突然開始咳嗽，慢慢的恢復了生命跡象，家人都感到很震驚，醫生聽說後也感到很驚訝。不僅如此，死而復生的她，整個身體也發生了變化。首先就是視力變好了，穿針引線已經不用戴老花鏡了，而且後腦勺開始長出黑頭髮，皮膚也變得很光滑，連老年斑都消失了。節目組甚至忍不住伸手感受了一下，但是你禮貌嗎這樣？女兒說她以前走路必須要用拐杖，但是現在不僅不需要拐杖，還能下地幹活。更令節目組感到震驚的是，老太太竟然長出了新牙。為此節目組邀請了專家看到後大跌眼鏡，是真的大跌眼鏡。치아가 새로 나오는 건 분명히 맞습니다.
95세 나이에 또 이가 나온다면.虽然好像很难解釋這種現象，但是看到老太太健健康康的，一家人都很開心，那最後就祝她永遠健康快樂吧。和老太太一樣死而復生的，還有下面這隻狗狗。這是一隻從墳墓裡爬出來的狗，在它死後的第5天，自己一瘸一拐地爬回了家。主人看到它回來，頭髮都炸起來了，而且旺財後腿受了嚴重的傷，只能用前腿爬行。這一切要從5天前說起。那天主人在田裡幹活，旺財在馬路上溜達，一個沒注意就被過往的車碾壓了。當主人趕過來的時候，旺財已經奄奄一息，沒一會兒，旺財就閉上了眼睛，停止了呼吸。主人非常傷心，然後鄰居幫忙把旺財埋在了山上。但就在5天後，主人在院子裡突然聽到一聲熟悉的狗叫。剛開始她以為自己幻聽了，沒太在意，但隨後她老公也聽到了狗叫聲，於是他們朝聲音的方向搜尋，最後在房子附近的溝裡發現了旺財。主人感到很不可思議，鄰居也很內疚，畢竟是自己誤以為旺財死了，才幫忙埋起來的。此時旺財的身體情況很差，寵物醫生對他進行了全面檢查，發現旺財後腿已經粉碎性骨折了。那麼這種情況下，他是如何從半米深的坑裡爬出來的？為此，節目組邀請了動物行為專家，專家分析後說，當時掩埋旺財的土壤顆粒很大，還混合着很多雜草，使得空氣能夠流通，這很利於他爬出墳墓。破土而出的旺財就這樣沿着回家的路一點點爬行，最後爬到了家附近的溝裡，溝裡面的水幫助他生存了4天，最終被主人在這裡發現。隨後醫生給旺財做了骨折手術，手術很成功，骨頭都恢復了原位，那就希望旺財早日康復。勇敢狗狗不怕困難，他們都是經歷過死亡的。而下面這位是每天都會神秘消失，這個男人說他媽媽每天晚上都會神秘消失，於是節目組趁白天趕緊去見了他媽媽。原來是小狗的媽媽。主人說每天晚上都看不到它，天亮了又會準時出現，主人只能再次把小白拴起來。問題是它一直被鏈子鎖着，而且鎖扣需要按壓才能打開，小白無論如何都是無法掙脫鎖鏈的。開鎖專家也說這種鎖扣只有人才可以打開，專家認為是有人故意幫小白解開的，但是家裡其他人都說沒有幫小白解開過鎖鏈。沒辦法，節目組決定安裝攝像機全程拍攝。剛開始一切正常，時間來到半夜2點13，突然一陣聲響驚動了節目組，接着就發現小白已經消失了，狗窩裡只剩下了狗寶寶。節目組趕緊查看錄像，小白剛開始只是來回徘徊，突然在沒有任何人幫助的情況下，鎖扣就被打開了，接着小白就消失在漫漫黑夜裡。為了解開謎團，節目組又邀請了動物專家，專家反覆觀看錄像後，終於發現了問題，鎖鏈是用一根電線制作的，當小白來回走動時，就會把鎖鏈擰起來，利用巧勁別開了鎖扣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小白可能意外打開了一次，慢慢的他就對開鎖越來越熟練，畢竟沒有困難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現在問題又來了，小白為什麼要選擇晚上消失？專家通過分析後發現，原來小白消失是為了來後院吃狗糧。專家表示，小白是個盡職的母親，她知道要想餵好孩子，自己就要保證營養，才會每天偷偷跑出來加餐。主人感到很內疚，決定以後在小白的狗糧裡再多加上1盒罐頭。最後我還有個疑問，為什麼小白的2個孩子是不同的品種啊？知道的評論區說一下。好了，我是月貝，關注我，讓我們一起走進科學。